从业余球员到职业球员，从工厂工人到英超冠军，这样的故事也许只会在电影里面发生，但杰米·瓦尔迪的经历就好像把电影里才会发生的故事搬到了现实。一人一城一冠，现在说到莱斯特城就会想到瓦尔迪。在历史上能让球迷对一座城市的记忆做到这样的球员不多。曾经被职业俱乐部抛弃的瓦尔迪是怎么从业余联赛到英超赛场的？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了解一下瓦尔迪的成长故事。瓦尔迪1987年出生在英格兰的谢菲尔德，这座城市的足球文化非常浓厚，当地就有2家职业的足球俱乐部。从小他就非常热爱足球，他10多岁时就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，可是梦想有时和自己期待的不太一样。瓦尔迪就是这样被现实打醒。他虽然加入了当地谢周三俱乐部的青训营，但俱乐部为了减少青训营的支出，需要裁掉一些天赋不高的球员，而瓦尔迪就是其中之一。因为他那时非常瘦弱和小只，瓦尔迪回忆这段经历时说：“我一生都在支持这个俱乐部，现在他们却告诉我，他们认为我没有能力穿上那件球衣。愤怒和困惑在我心中翻涌，曾经渴望的一切都被夺走了。当我在脑海中反复思索时，什么都显得毫无意义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他们不能给我更多时间来发展身体呢？”被青训营扫地出门后的瓦尔迪，在学校的文化科目都不及格，失落的情绪让他迷失了自己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要做什么工作，他不知道，但他明白自己必须要有一个方向。有一次，他去了谢菲尔德的征兵办事处，他想要成为一名军人。他开始填写表格，表格中有一行写着是否有过犯罪记录，他填了是，因为他在酒吧为了保护有听力障碍的朋友和别人发生了斗殴，被法院判处了宵禁，并戴上电子脚铐。那时他已经是一位业余球队的球员了，所以在比赛中他也要戴上电子脚铐。征兵办事处看到他有过犯罪记录，当然不会选上他。我可以接受失败，但我不能接受放弃，这是支撑瓦尔迪继续踢球的一句话。经过这些事后，瓦尔迪也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。业余球队只能给瓦尔迪1周30英镑的薪水，所以他需要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踢球。他20岁时找到了一份木匠的工作，但这份工作只维持了5个月，他就辞职了。辞职后，他又找到一份医疗器械工厂的工作，薪资很不错。他每天要上12个小时的班，这也让他的背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在工厂的这段期间，每周一他经常请假去踢比赛和训练，这让他有个外号叫病假条。但工厂没有开除瓦尔迪，原因是他工作认真。瓦尔迪虽然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他心中的足球梦想没有被现实打败，他还是想尝试做职业球员。在工厂工作了4年半后，他决定离开这里，去尝试找职业俱乐部签下自己。罗瑟勒姆是一家英格兰低级别联赛的职业球队，他们首先向瓦尔迪投来了橄榄枝，但只提供一份短期的合约，这让瓦尔迪感觉到不尊重。你要知道，当时瓦尔迪在业余球队参加的英格兰第8级别联赛已经取得了34个进球。瓦尔迪希望的是能够得到职业球队的长期合约，而不是短期，所以他拒绝了罗瑟勒姆的邀请。瓦尔迪知道肯定还会有其他职业球队看上自己的。果然，在英格兰的第7级别联赛的球队哈利法克斯俱乐部选择和瓦尔迪签约，瓦尔迪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球员。哈利法克斯签约瓦尔迪是一笔成功的交易。他在10到11赛季英格兰北部联赛为球队打进了26个进球，也被评为俱乐部的赛季最佳射手，帮助球队获得北部联赛的冠军。这一出色表现被英格兰第5级别联赛弗利特伍德镇俱乐部发现，于是在11到12赛季，瓦尔迪加盟弗利特伍德镇。俱乐部主教练非常开心能签下瓦尔迪，他认为瓦尔迪具备成功球员的特质，就是渴望胜利，不怕失败。在弗利特伍德镇期间，瓦尔迪为球队出场了40次，打进34个进球，帮助球队拿下英格兰全国联赛冠军，成功升上英格兰乙级联赛。他自己也获得联赛最佳球员的称号。12到13赛季，
英冠球队布莱克普俱乐部想要以75万英镑签下瓦尔迪，但弗利特伍德镇觉得报价太低，他们认为瓦尔迪可以值更多的报价，所以拒绝了布莱克普。这时莱斯特城给瓦尔迪的报价是100万，周薪8000英镑。弗利特伍德镇觉得莱斯特城的报价非常的合理，所以选择将瓦尔迪卖出。这也是弗利特伍德镇第一位100万级的球员。瓦尔迪听到能去英冠联赛踢球，当然非常的开心，但是他很疑惑自己真的值100万吗？莱斯特城对自己是不是期待太高了？瓦尔迪的担心不是毫无道理的。他一下从第5级别的联赛到英格兰第2级别的联赛英冠联赛，他的竞技水平可以和联赛中的球员抗衡吗？他从小就被青训营淘汰的球员，可以在高强度的联赛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吗？莱斯特城球迷也对瓦尔迪的到来存在疑惑，为什么俱乐部要签约一个非职业联赛的球员呢？还要花100万英镑？他之前所处的联赛有半职业球队和业余球队的混杂，在那里他能够取得很多进球。然而面对全部由职业俱乐部组成的英冠联赛，这可以检验出瓦尔迪到底是否具备职业球员的水平。来到莱斯特城的第一个赛季，瓦尔迪没有了之前在低级别联赛的出色表现，在为球队出场的29场比赛里，他只打进了5个进球，这让球迷对他非常的不满意，觉得他只适合在业余球队里面踢球。瓦尔迪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在球场上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拉开后卫10米的距离，他也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英冠联赛踢球。他和主教练说想退出球队，不再做职业球员，但主教练当然不会让瓦尔迪走，一是他们花了100万签下他，二是主教练看到了瓦尔迪的潜力和拼搏精神，认为只需要再给他多一点时间来适应高强度的联赛，他就会迎来爆发。在主教练的极力挽留下，瓦尔迪选择留了下来。他需要的改变还有一项，在第一个赛季的第一场比赛里，他小腿受伤了，但在养伤7天恢复的速度非常慢，这让队医感到很疑惑。队医问瓦尔迪，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怎么样？瓦尔迪说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喜欢喝伏特加的时候加点彩虹糖。队医说这就是原因，酒精会影响你的恢复。瓦尔迪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能像以前那样。在低级别联赛时，他喜欢在比赛前和比赛后都会喝很多酒，也会和朋友们玩到凌晨4点才睡觉。对于职业球员来说，瓦尔迪这样的生活绝对没办法在球场上有好的表现。意识到这些问题后，他开始控制饮食并改变生活规律。他也意识到在莱斯特城的第一个赛季无法取得多个进球，是因为自己跑位不够好。如果速度在高级别联赛不再是很大的优势，那就用灵活的跑位来改善这一问题。休赛期期间，瓦尔迪开始锻炼体能，为了适应高强度的联赛。后来的结果证明，他的这些改变没有白费。在莱斯特城第2个赛季，瓦尔迪逐渐熟悉英冠联赛的节奏。13到14赛季的首场比赛，瓦尔迪首发为球队出场，并且在比赛中打进了制胜球，帮助球队拿下了胜利。他在禁区内的终结能力得到了释放，在这个赛季为莱斯特城出场了41场比赛和打进16个进球，帮助球队拿到联赛冠军，也让莱斯特城时隔10年重返英超联赛。谁会想到这个曾经被青训营淘汰的球员，下个赛季就要征战英超赛场了呢？莱斯特城来到英超，很多球迷都觉得他们只会在英超待1个赛季就被降级，因为球队的水平和英超其他球队来比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虽然不被看好，但瓦尔迪在一场对阵曼联的比赛中打进了1球和上演助攻大四喜，帮助球队5比3赢下比赛。这让很多英超球迷好奇，这个留着墨西哥发型的球员到底是谁呢？瓦尔迪和莱斯特城在英超第1个赛季非常的艰难，在冬季转会窗口之前的比赛中，莱斯特城只赢下了4场，积分处于联赛的降级区，仿佛一只脚已经踏回英冠联赛。但有趣的是，在联赛后面的9场比赛里，莱斯特城赢下了其中7场，而瓦尔迪在这9场比赛中发挥了精神领袖的作用。他不知疲倦的奔跑和强烈的求胜欲激励了整个球队，成功让球队保级成功。因为瓦尔迪在赛季末尾的出色表现，他也被英格兰主教练看上，在2015年6月首次为英格兰出场比赛。莱斯特城重返英超的第1个赛季显然不是成功的1个赛季，艰难的保级局面让人担心他们第2个赛季会不会面对一样的情况。15到16赛季，莱斯特城选择换主教练，
他们看上了意大利人拉涅利，而拉涅利的到来改变了莱斯特城在新赛季英超的地位，以及让瓦尔迪这匹凶猛的猎豹得到释放。莱斯特城在新赛季也补强了中场和锋线，签下了冈崎慎司和坎特。这支莱斯特城即将在英超联赛掀起一场狂风暴雨。拉涅利的战术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，这极大释放了瓦尔迪在进攻端的速度优势。从联赛第3轮开始，瓦尔迪仿佛像开挂了一般。第3轮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中，瓦尔迪打进1颗点球。第4轮对阵阿斯顿维拉的比赛中，他打进扳平比分进球，并最终逆转对手。第5轮对阵斯托克城，他再次打进扳平比分进球。第6轮对阵阿森纳，虽然球队输球，但他上演梅开2度。第7轮对战诺维奇，打进点球，帮助球队拿下胜利。第8轮对阵南安普顿，他头球破门扳平比分。第9轮对阵水晶宫，他晃过门将打进制胜球。第10轮对阵西布朗，他打进绝杀球赢下比赛。第11轮对阵沃特福德，他打进点球赢下胜利。第12轮对阵纽卡斯尔，他攻入进球赢下胜利。第13轮对阵曼联，他打入进球战平对手。刚才所说的这11轮比赛里面，瓦尔迪都取得了进球，这打破了由范尼创下的英超连续进球纪录，成为英超历史上第一位连续11轮进球的球员。瓦尔迪的连续进球极大地激励了球队的士气，这让球迷和球队开始觉得，这支莱斯特城说不定能拿下英超的冠军。在15到16赛季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赛季，英超 Big 6状态低迷，这才使得莱斯特城积分在赛季中后期一直处于积分榜的领先位置。在联赛第36轮，排名第2的热刺和切尔西打平，这也意味着莱斯特城提前2轮锁定了英超冠军。这一结果让全世界球迷在那一年纷纷变成了狐狸城的球迷，因为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就好像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情节。去年还在为保级而战的球队，今年竟然拿到了英超冠军。从业余球员成长为职业球员的瓦尔迪打破连续进球纪录，爽文小说也不敢这么写吧。这次夺冠后，瓦尔迪的名字也和莱斯特城绑在了一起。他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努力，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。谁会是下一个瓦尔迪，我们不知道，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不放弃，不怕失败就是成功。2024年，瓦尔迪又带领莱斯特城回到英超，37岁的他还在为球队拼搏，看看他在这个赛季有什么精彩的表现。以上就是瓦尔迪的人物故事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让你更加了解瓦尔迪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